佛说，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上天的安排，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并不是无缘无故而来。爱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幸福，伤你的人给了你历练和成长。你所遇见的人中，伤你的骗你的人其实都是来度你的，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让你懂得了人心的复杂，防备的重要，教会你怎样在困境中闯关，教会你如何在伤痛中坚强。所以不要抱怨有人伤害你，不要记恨他人欺骗你。人生有苦难未必是坏事，只有吃得苦中苦的人才能变成最成功的人。你要感谢给你伤害的人，也要原谅欺骗你的人。若不是他们，你又如何蜕变成优秀的人？人这一生遇见的人千千万万，认识的人形形色色，身边的人真真假假。谁对你好你知道，谁伤害你你知晓。对你不好的人让你勇敢，给你帮助的人让你温暖，伤你骗你的人不要再记恨，帮你陪你的人一定要感恩。这世间没有平白无故的出现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。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。伤你的人就要让你蜕变成强者，骗你的人就要教你如何去防备。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，你才能变成展翅的苍鹰，在以后的道路上无惧雨雪风霜，更加独立坚强。此生做人不能总是一帆风顺，不能总在幸福之中，总有一些伤害和挫折，让你明白人心险恶，让你知道为人不易。你要记住，不是所有人都得对你好，伤害你的人教你辨别出真假，欺骗你的人让你分得清谎言。佛说，伤害你的人其实是来度你的，所以你要感谢这些人，用苦难磨砺你的意志，用伤害改变你的心态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们渡了你，教会你，让你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，让你变成了更出色的自己。凡事皆为因缘果，所有你对人的付出，不要想从他身上获得回报。有很多人他都有一种不甘心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为你做牛做马，我也为你付出所有，到最后你不但没有给我回报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他就觉得甚至衍生人心都是黑暗的、险恶的。我们不能太相信人，其实这个是一种扭曲偏差。他不了解一件事情，生命里所有你遇见的人都是来度你的。人活一世，我们难免遭受背叛与伤害，其实怨恨、逃避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。今天如果有一件事让你很痛苦，我教你一句话，让你瞬间痛苦击碎，让你这辈子不会的抑郁症。接下来的影片会改变你的命运，这个点如果你一旦通了，可以在这个点上瞬间觉醒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会痛苦，
就是因为我们想不通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对他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我总是遇到那些骗子进入我的生命当中？为什么这个男人他伤害我如此之深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这个世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由你自己创造的。佛说，看一个人要看这个人的三世因果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我们的灵魂伴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有人是注定要来伤害你的，有人是注定和你只能成为泛泛之交的。接下来我要把佛陀苦修几十年，7七49天证悟到的那个宇宙真相告诉你，他就因为这个而得到而开悟的。佛陀发现了一个规律，让他开悟成佛。这个规律是因果定律。佛陀成佛以后讲了49年的佛法，其实49年的佛法就讲了4个字：缘起性空。如果缘起性空你听不懂，我给你翻译成现代话，你就瞬间听懂了。无数人学佛学了30年40年也没整懂。接下来5分钟我让你瞬间听懂，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果报。什么叫缘起性空？什么叫做因缘果报？报，如果报听不懂，你就把报理解成业，业力的业，万般带不走，只有业相随。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的因果定律就是因决定了果，其实不完全对，它得需要缘。什么是缘？你可以把缘理解成空气、阳光、水、肥料，这些所有的一切，它才会结出这个种子。所以因是看不到的，是空的。那个报，那个业也是看不到的，也是空的。那个果呢？果也是看不到，也是空的，是由你自己决定的，是由你自己书写的。也就是人世间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，就是缘。只有这一个东西是确定的，只有这一个东西是显性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会怎么对我们是注定的。有人说，那既然都是注定了，那人生还有意思吗？他们怎么对你是注定的，但是你怎么对他们是不注定的？选择权掌握在你的手上。假设我转世投胎，我这辈子就想修一下这个事业观和情感观。我给自己设了几个灵魂的角色。我找了一个人，比如说这个人她是我的初恋女友，我特别爱她，但是她要把我狠狠地伤害一顿。然后这是我的事业伙伴，我跟她关系非常好，她把我狠狠地坑了一顿。然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她把我给救了，她帮了我，她是我的人生贵人，也变成了我的灵魂伴侣。有打过游戏的就知道，游戏是第1关、第2关、第3关是要闯关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转世投胎了，我把所有东西都忘掉了，我真的遇到了一个很爱的人，我很爱他，结果他把我给伤害了。我遇到他是注定的，他伤害我也是注定的，但是我怎么回应没有注定。
神赐予我们最伟大的美丽，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人生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玩每一个游戏，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妖怪，他有什么样的技能，全是注定的。但是我们怎么玩这个游戏，选择权在每一个玩家手上。100个玩家能玩出100个版本。当他把我伤害以后，如果我此时此刻能量很低，我活在了悲伤的情绪里，我活在了羞愧的情绪里，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人世间太难受了，既然骗我，啥都不想活了，自杀了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？ Game over， 游戏结束，下辈子投胎重新再来，再伤害我一次，又自杀，重新再来，悲伤了，痛苦了，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人了，闭门不出了。我虽然没自杀，但是我谁也不相信了，我从此以后就堕落了。有没这样的人，最后死了以后重新再来，再伤害一次？但是我想问一下，可不可以换一种思维？这个人伤害了我告诉我自己为什么他伤害我，是因为我不够强大，是因为我没有钱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成功，因为这件事儿反而激励了我就从这件事儿走出来了。走出来以后，我就进入了第2关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人生真的就像过关卡一样，当一个人伤害了你过不去的时候，这个人的信息，这个人的所有的东西，动静总是在你的朋友圈出现。当你放下以后，仿佛这个人从此人间消失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进入了第2关，我开始用心做事业了，结果遇到了一个人，看起来多敦厚，结果把我给骗了，钱就卷跑了。这个时候这是注定的，游戏结束，重新再来，再被伤害，再被骗。那有没有可能我选择他伤害我没关系，让我智商提升了，我感谢他。很多人就卡在第2关了，我这辈子被他骗了，我啥都不干了，我去追债，我去维权，我去上诉，打官司打了30年。然而如果你有追债那功夫，早去创业早成功了。你总是在负能量里面干什么呢？我可以一辈子追债，走在维权的路上，一辈子就卡在这一关，贵人就进不来，知道吗？混了一辈子连个家都没有，我痛苦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我选择我感恩他磨练我了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感谢你，我瞬间这关就过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过了以后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仿佛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然后你进入了第3关，你遇到了一个人，他成就了你的事业，而且他很爱你，对你特别好，你们2个人结婚生子，从此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游戏结束，听懂了吗？那下次我们就可以玩更高级的吧。你遇到的每一件事也是注定的，但是选择权在你手上。那想不想在游戏里面像开了外挂一样打通关？我不知道你们的灵魂出生前计划是什么，
但是我有一招可以让你们所有人都打通关，像开了外挂一样。就一招，遇到任何一件事儿，永远让自己的分数在500分以上来做决策，用一颗感恩之心对待你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遇到的每一件事儿，那个关瞬间过去。懂得反思自己，向内求不是向外求，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，并且一定有助于我。发生在你身上一件事儿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件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10大好处是什么？这件事瞬间从坏事变成好事儿，瞬间过关，能听懂吗？原谅那个你最不想原谅的人，原谅他是放过自己，学会宽恕那个你这辈子最不应该宽恕的那个人，他才是你最值得宽恕的人。因为宽恕他不是宽恕他，是放过自己。你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戏，是你自编自导自演的戏。你的人生是有剧本的，你就是你人生的总导演、总编剧加主演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事儿，都是你灵魂前出生计划好，都是安排好的，都是你的高我安排好的。如果你的生命承受不了，这件事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你生命上。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遇到什么样的父母，这辈子你会碰到什么样人，什么样的事儿，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你只是来玩游戏而已，仅此而已。什么在对的时间遇到了错的人？错，人生我告诉你没有意外，宇宙没有意外，永远是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，遇到对的人。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她的老公离世了，她只剩下一个儿子。她也曾经想过要再次结婚，但是她问了她的儿子以后，她儿子不同意，所以她为了她的儿子终身不嫁。30年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，自己一天打3份工，送孩子上最好的学校，出国留学去美国。她把她赚的所有的钱全给了这个孩子，她一心一意都在孩子身上。结果当她老了，退休了，她想我的孩子在美国已经成家了，已经有老婆了，已经有孩子了，她想陪她的孩子，想跟她孩子生活在一起。因为她在大陆没有任何亲人了，她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她的儿子。她把她的房子卖了，她把她所有的资产全卖了，然后给她孩子写了一封信，说：亲爱的儿子，妈妈已经老了，已经退休了，我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能够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准备来美国跟你一起生活，每天都能陪着你。这个信写的他自己很开心，因为他在想他儿子肯定会马上回来接他。结果他收到一封信，收到他儿子的一封信，他打开那封信，突然看到上面有一个3万块钱的支票。他很惊讶，因为这么多年他儿子从来没有给过他1分钱，留学找他要钱，结婚找他要钱，在美国买房子找他要钱，从来没有给过他1分钱。他很惊讶，他马上就打开那个信，那个信的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震撼住了：妈妈，我们经过商量，不欢迎你来美国。
如果你觉得你养我花了很多钱，我算了一下，你这么多年给我花的所有的钱不超过2万美金，我给你了3万，多的钱就当是利息，以后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有缘人。你知道当那个妈妈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什么感觉吗？她的天塌了，她一辈子所有的心血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，省吃俭用供儿子去美国读书，为了儿子终身不嫁。结果今天他儿子给他写这封信，那你告诉我，如果这个事儿放到你身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可能想不开，气都能气死，是不是？你感觉到天塌了，是因为你认为那件事太大了，你承受不了。后来他的一个同事跟他讲，说他看得太痛苦了，想救他，你知道吗？说你这样吧，跟我去信佛吧，把他渡到了佛教。他没事干呢，他想找个寄托呀，就天天去拜佛，拜着拜着，很多的师兄师姐就开始开导他，告诉他一切皆为因果，有可能是上辈子你欠他的，这辈子你还他呀，所以已经还清了，他过他的生活，你过你的生活就可以了。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都是好事儿，都是来成就你的。你还很年轻，你才50多岁，你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。他一想，对呀，以前天天省钱，以前从来不找老伴儿，现在一想，3万美金换成人民币，然后环球旅游，你知道吗？全球旅游玩得嗨得很。玩了2年以后，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，儿子，我想通了，既然你说你是来还债的，没关系，妈把你的3万美金都花了，买了好衣服，刚刚结了婚，找了老伴儿，而且世界挺大的，老娘也想出去转转，全球旅游比你去的国家还多，以后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我想问你们个问题，同样一件事发生了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呢？他什么提升了？他的境界提升了，他看这些问题的视角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刚才是一件坏事，这件事突然变成了一件好事，境界一旦提升，问题立刻消失。你当下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当下境界的体验，痛苦的背后是礼物，孤独的背后是光彩夺目。做任何的事儿，与任何的人都把它当成修行，找到痛苦背后的礼物，拿到孤独背后的那份光彩夺目。觉醒是每一个灵魂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功课。一旦你觉醒以后，你会发现没有痛苦了，有啥可痛苦的？什么来就体验什么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意识创造一切，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，你是你人生的总编剧、总导演加主演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编排好的，怕啥痛苦呢？宇宙的第一规律叫无常，无常是什么？就是变换，整个世界都是在变换的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连地球的位置都在不停的变换，树在不停的变，云在不停的变，
连地球的方位都在不停地变，天上的星星在不停地变，你我之间更是在不停地变。你每天身体的细胞都在新陈代谢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变化的，都是无常的。但是我们的人类总想要一个确定性，总想要不变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人心是这个世界最善变的东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设一个框，一个框叫好，一个框叫不好，把自己想要的全往好里面装，把自己不想的全往不好里装，然后都只想要那个好里面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呢？而且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老婆怀孕了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老婆生了个男孩，好事还是坏事？你老婆生了个女孩，好事还是坏事？你女儿谈恋爱了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看跟谁而言。所以哪有什么好事和坏事，都是你自己定义的。既然生命是无常的，整个地球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那为啥还要纠结呢？你今天之所以觉得这件事太大了，是因为心太小了。记住一句话，心大了，事儿就小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，哪怕那个人是你生的，你都改变不了他。你唯一可以改变的那个人是谁？就是你自己。你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你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的投影，仅此而已嘛。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版本的你同时存在，你的频率如果比较低，就会链接到那个低频版本的你；你的频率比较高，就会链接到那个高频版本的你。在这个宇宙当中，有无数个版本的你同时存在，有一个很低版本的，你就是个农民工，就是个失败者；而有一个最恢宏的那个版本，你就是超级有钱，你就是个开悟者，你就是个亿万富翁。你在什么样的频率，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通过自己，不管是婚姻还是事业修行，拿到了背后的礼物，让自己的振频到了那个全宇宙最恢宏的那个版本的时候，你的老婆也会被你拉上，她的意识也链接到了那个全宇宙最恢宏的那个版本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默念这2句话可以化解身边的一切小人，特别是第2句，能够让你免受伤害。这2句话不是我编的，是我的老师曾经给我的智慧提示，建议你收藏起来，避免找不到了。第1句，一切恶缘皆有因果，要用忍辱去化解。你去忍它，让它再过几年，到时候你再看看，迟早会有人替你收拾它。不要和伤害你的人去较真儿，因为最后受伤的可能还是你。你有10张嘴，也比不过1张胡说八道的嘴。说一句很现实的话，如果你被狗咬了一口，就算你把这只狗给打死，也不能治好你的伤口。所以你要想快乐，遇到烂事儿就不要去纠缠，遇到烂人更不要去计较，因为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是人。该远离一定要远离。听懂的点赞。
第二句，小人都是来渡你的，在逆境中成为你的贵人。在《西游记》里，唐僧师徒一路遇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，经历了9981难才到达西天修成正果。伤害你的人其实都是来渡你的，小人总是欺骗无限，背信弃义，无中生有，这些行为会有损福报，他们用折损福报的代价来成就你的人生。你不领情，难道还要怪对方吗？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原谅他人，放过自己。愿你看淡世事沧桑，内心仍安然无恙，守住所有的情绪，微笑面对生活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